还像能傻头傻脑，像白痴一样。他好像条狗啊！其实我是一个演员，我一定会红透半边天的。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。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此地是一探视。电影麦克风带你玩电影，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看完电影就爱 BB 的选酱。喜欢周星驰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香港影坛有周星驰年一说，指的嘛就是1992年。星爷在这一年有7部电影上映，其中有5部霸占了年度票房榜前5的位置。大家为了纪念星爷在这一年的辉煌，所以将92年称为是香港电影的周星驰年。厉害厉害！不过，星爷在香港电影票房榜上所创造的神迹，并不仅仅只有92年一年，准确的来说是一个时代。在上世纪90年代整整的10年里，除了票房榜冠军4连冠，霸占年度票房榜前5名外，星爷还有一项票房神迹一直被小伙伴们所忽略。今天选酱就带小伙伴们一起来回顾星爷辉煌的10年，顺便也让大家来感受感受星爷电影的票房含金量究竟有多高。1990年，当时在香港电影本土市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2位大神龙叔和发哥刚好没有电影上映，星爷凭借《赌圣》一飞冲天，以41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斩获了香港年度票房榜冠军，同时也刷新了香港电影本土票房的纪录。人自己的风格，赌圣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可是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的票房能够突破4000万港币的。同年，星爷与华仔合作的《赌侠》以4030万港币的票房位列年度票房榜第2名。受不了了！而星爷之前的《喜剧之王》许冠文的《新半斤八两》位列年度票房榜第3名，但仅仅斩获了2600万港币的票房。第2名跟第3名之间的票房出现了明显断层，相差接近1400万港币。不难看出，星爷此时就已经显现出了恐怖的票房号召力。各位观众，我之烟。到了1991年，发哥和龙叔回归，让香港电影票房榜的竞争更加白热化。龙叔以《飞鹰计划》3900万港币的票房位列年度票房榜第2名，发哥以《纵横四海》3400万港币的票房名列第4。不过，两尊大神的神作均未突破4000万港币。星爷以《逃学威龙》44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稳居年度票房榜首，再次刷新了香港电影本土票房的纪录。熟人袭警！什么？袭什么袭呀？而这一年，星爷还有5部神作进入了年度票房榜前20名，《整蛊专家》和《上海滩赌圣》票房均突破了3000万港币，《新精武门》票房2420万港币，《龙的传人》票房2380万港币，《情圣》票房1700万港币。星爷在这一年能够将龙叔和发哥2尊票房号召力顶级的大神甩在身后，这种票房统治力是真的可以用爆表来形容了。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达到人生最高的境界，坚持下来，除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外，我是无路可走了。不过，星爷真正展现出票房统治力的，还是在1992年。用爆表来形容，都简直太谦虚了。星爷电影在这一年的票房表现，简直就是凶残至极。发生了什么，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你会是乞丐中的霸主。乞丐中的霸主，那是什么？还是乞丐。其主演的《审死官》以4988万港币的票房斩获年度票房榜冠军。宋世杰，来呀！家有喜事以4800万港币的票房位居第2。莫提我们。《鹿鼎记》以4100万港币的票房名列第3。公主，请接招。《武状元苏乞儿》以3750万港币名列第4。你怎么了？我被人电了一下。《鹿鼎记2之神龙教》以3650万港币的票房名列第5。蜘蛛精啊！比发哥第6名的《我爱钮文柴》只多了10万港币的票房。许冠文的《神算》以3639万名列第7，与第6更是只差1万港币。
东方不败以3450万排在第8，龙叔的双龙会和超级警察排在第9、第10，票房也都突破了3000万港币。而星爷未挤入票房榜前10的《逃学威龙2》，却也是斩获了3200万票房的佳绩。言归正传，我刚刚说到哪里啊？言归正传，对，还有漫画《威龙》也斩获了23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。前辈，你不是说不会武功？刚才的情形你能解释一下？而黄飞鸿系列里票房最高的《男儿当自强》，虽然收获了3050万港币的票房，但仅仅只排到了年度票房榜的第12名。徐克的神作《新龙门客栈》以2150万港币的票房排在第15名。天大地大，我最大，黄泉路是你们自找的。在武侠功夫片盛行的1993年，香港电影迎来了一次大爆发。这一年出产的经典港片悬将实在是数不过来。不过星爷依旧稳如泰山，他主演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以4000万港币的票房再次霸占了年度票房榜首。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，不许赖皮哦！哎，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？那倒也是。比排在第2名的由张国荣、许冠杰、吴君如等等一众大咖主演的超级贺岁猛片《花田喜事》还多了将近500万港币的票房，比龙叔和王晶联手的《城市猎人》，还有杰哥郑东出品的热血功夫片《方世玉》多了1000万港币的票房。而他的《逃学威龙3》也以26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排到了年度票房榜的第8名。要知道本片在星爷的众多神作中并不算太出彩，能够在93年杀入前10，也是全靠星爷的票房号召力了。我3条 K， 我3条 A， 我同花顺，我打你个同花顺，我4条 A， 我 A 5条。来呀！93年之后，星爷结束了其对香港电影本土票房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，但他的神迹却依旧在继续。94年全球电影大爆发，香港电影也延续了93年的辉煌，依旧出产了无数经典港片。发哥的《赌神2》一骑绝尘，以525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创造了香港电影本土票房的新纪录。龙叔也是不甘示弱，其《醉拳2》以41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排到了年度票房榜第2名。不过星爷同样强悍，他主演的3部神作杀入了年度票房榜前10，而且票房均突破了3000万港币。我们不是来泡妞的，你看我今天杀气那么重，被你这么一逗，你说我多尴尬？分别是国产007、破坏之王和九品芝麻官。其中嘛，国产007排到了年度票房榜第3名。但是因为本片涉及政治敏感，悬将就不给大家播放电影画面了。又是一个死太监！你别看我，我不是说你啊。94年，星爷开始转型，除了个人表演，他开始向导演方向发展，更多的精力也慢慢开始从台前向幕后转移，所以星爷的作品数量也开始锐减，直到1999年才凭借了《喜剧之王》再度夺得年度票房榜冠军。但在这4年中，星爷的作品却依然稳居每一年的年度票房榜前10。小姐，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一套的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？95年，《百变星君》《大话西游》上下集、《回魂夜》4部神作杀入了年度票房榜前10名，其中《百变星君》位列年度票房榜第3名。对不起啊。96年的《食神》《大内密探零零发》位列年度票房榜第2和第3名。天外飞仙，他在耍你啊，皇上。97年的《97家有喜事》和《算死草》位列年度票房榜第2和第4名。没事没事，包在我身上。98年的《行运一条龙》因为片方力捧喜剧新人葛明辉，星爷算不上绝对难译，但是因为有星爷的存在，还是让本片斩获了2770万港币的票房，位列年度票房榜第3名。我们已经缘尽了。阿妹。纵观香港影坛整个90年代，虽然在这10年间涌现出了无数的优秀电影人以及经典港片，但是星爷的作品在电影市场上的表现实在是让人觉得超级不可思议。
不但连续4年霸占票房榜首，1年5部电影霸占年度票房榜前5，而且还连续10年，每年都有作品能够稳居年度票房榜前3名。这些票房神迹，至今都无人能够超越。那么，星爷为什么会有如此逆天的票房号召力呢？我本身呢，从事艺术工作已经有很多年了，无论是电影或者是电视，都有很丰富的演出经验，也曾经在街坊剧场担任过创意总监，所以也使得我呢这么的能歌善舞。因为电影啊，虽然是视听语言的一门艺术，但是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，它始终是一种娱乐方式。在星爷崛起之前，喜剧电影就一直备受观众的追捧。喜欢港片的小伙伴们不难发现，很多题材的港片啊，都喜欢和喜剧扯上关系，比如功夫喜剧、灵幻功夫喜剧、家庭喜剧、贺岁喜剧、讽刺喜剧等等。因为喜剧有足够的戏剧张力去吸引观众，像星爷这种有超强喜剧表演天赋的演员，自然更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。而他又将玩世不恭的无厘头喜剧玩到了极致啊！我真的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妈个头啊！完没完啊？我已经说了不行了，你还要完全不理人家，受不了啊你！对于生活在快节奏的香港观众来说，看星爷的电影无疑是最佳的发泄方式。因为在星爷的电影中，你可以放飞束缚，拆掉面具，尽情放肆的去笑。你不用理会生活的艰辛、阶层的差距，你更不用对任何人和事情负任何责任。在星爷的电影里，你能够单纯的感受到快乐。而在他所饰演过的角色当中，无论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，总是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。因为小人物有小人物追寻的快乐、成就自我的方式，而大人物也有大人物的苦恼和无奈。金箍戴上之后，你再也不是个凡人。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，如果动心，这个紧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，苦不堪言。星爷前期电影中的人物大多在追寻一份美好的爱情，但他很少会在观众面前撒狗粮秀恩爱，留给观众的更多的是一份残缺的美。譬如赌圣与其梦、如梦2位女生最终都未能走到一起，而是将她们之间最美的时刻定格到了电影画面之中，让它永远都跟梦境一般美妙。《大话西游》里，至尊宝和白晶晶、紫霞，《逃学威龙》中周星星和辛迪也都是如此。这种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最为刻骨铭心，观众对于那些美妙的瞬间也是更加无法忘怀。而且这种小人物的爱情故事，自然也比影视剧中那些霸道总裁和白富美之间的爱情故事更加真切，也是更容易引起我们观众的共鸣。而星爷在《食神》中饰演的史蒂芬周，还有《审死官》中饰演的宋世杰，也是星爷饰演过的极少数的大人物，但他们都在片中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史蒂芬周不可一世、嚣张跋扈，最终被合作伙伴算计到身败名裂。宋世杰凭自己的伶牙俐齿颠倒黑白玩弄公堂，也因此受到了报应，10多个孩子全部夭折。这种因果循环的报应，也在向观众传达着行善积福、勿食恶果的正能量价值观。报应，真的是报应。而到了后期，星爷的作品中更是不乏悲天悯人的思想，就比如喜剧之王的尹天仇，为了自己的演员梦想不断的努力奋斗，但是最终还是与梦想失之交臂。他并没有一味的给观众灌输只要努力就一定成功的毒鸡汤，而是通过一个个的小故事，让观众用一种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现实。每天肯定都有便当可以吃吧？努力不一定能够实现梦想，但是生活还要继续。梦想不是你生活的全部，还有爱情和亲情。实现你人生价值的方式，也并非只有盲目的追梦。我现在会演戏呀，你真能干啊！也许一场只有街坊观看的雷雨话剧，比梦想要更实在的多。你在外再怎么轰轰烈烈，也许远远比不上家里有个织着毛衣等待你归来的爱人，更能够让人踏实满足。哪怕他身家不算清白，但至少他对你是真心的。看什么看？不服气啊？打我呀，笨蛋！飘飘，我爱你。
想让那些在现实中一直努力但是一直失败的人知道，你努力追求成功没错，但不要用成功作为衡量你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。全世界成功的人始终只是极少数，你不能总活在你的梦中，而错失了更多现实生活中能够体现你人生价值的事物。所以尹天仇对柳飘飘的一句“我养你”，更能够让人泪流不止。我养你啊！你先养好你自己吧，傻瓜。星爷的电影很通俗，从不晦涩难懂，他能够让任何人从他的电影中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情感，也能够让任何人在其饰演的角色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当你迷茫时，星爷的电影能够像避风的港湾一样，让你暂时忘掉一切忧愁，欢笑过后更加乐观豁达地去面对生活。我们也很少在星爷的电影中看到那些非常低俗的段子，也更少看到星爷在电影中嘲讽他人。更多的，我们感受到的是星爷的那种勇敢无畏又积极向上的自嘲精神。跑路他的不是人吗？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？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？我是想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。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一个平凡人，但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找寻自我的脚步。结果也许很重要，但是活得踏实更加重要。星爷的大多数无厘头喜剧看似癫狂过火，但是却值得我们深思。这和那些装疯卖傻无下限的低俗喜剧有着天壤之别，这也是他的喜剧为何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成全你。我想重新当人。怎么你不觉得自己像人吗？我一直都不算是啊。所以才会弄成这样，年轻人。还有很多星爷电影中值得回味的细节，玄奘就不再赘述啦。总之，这种笑中有泪、泪中有感、感中有悟的喜剧电影，玄奘真的找不到理由不喜欢他们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小伙伴们发现玄奘说漏了什么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哦。关注、点赞、转发来一波，玄奘打卡下班喽，谢谢哦。